成为一个中国人难吗？这是一个难又不难，简单又不简单，简单中夹带着点难，难中又掺杂了点简单，看起来非常简单，实际上难如登天的事情。说简单是因为有接近14亿人从一出生就是中国人，说难是因为除了这14亿人，其他能成为中国人的人每年还不超过10个，数量比大熊猫还稀有。在外国人间有一种说法是，自己和中国国籍之间只差了一个诺贝尔奖或者一架 F-22。一个老外想成为中国人，要么拿个诺贝尔奖，要么搞一架 F-22回来。然而，也不是完全没有简单的办法，比如神操作。讲一个笑话，我有一个马来的朋友，最近移民到台湾，大家都在问他说，你那么红，你为什么要去加入台湾呢？然后他说没有啊，我加入台湾，因为我看那个蔡大妈真的很恶心，我加入是因为我要投票把它投掉，然后等着统一，我要变成中国人。马来西亚华侨入籍台湾，竟是为了统一后变成中国人。虽然说是曲线入籍，但可能是目前为止唯一能行得通的方式。只是当你知道第一个拿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的故事时，你就会发现他把入籍中国的门槛拔得实在是太高了。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下第一个加入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1949年9月的一个夜晚，一个男人焦急地敲响了周总理办公室的门，他急切地跟总理说：10年前你可是答应过我一个请求的。面对这个有些冒失的男人，总理不但不恼，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亲爱的马海德医生，我会履行我对你的承诺的。于是周总理大笔一挥，亲自在他的编号为0001号的入籍证书上签字。马海德成为了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2015年央视出品的电视剧《历史永远铭记》讲述的就是马海德的故事。这是一个探寻自我身份的故事。19世纪末期时的黎巴嫩内陆与沿海地带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沿海城市经济相对繁荣，成为地中海地区重要的贸易中心，吸引了欧洲商人和资本。内陆地区则以农业为主，而且受封建地产制度束缚。总的就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农民生活贫困。同时当地教派林立，各个教派又有自己不同的靠山，比如法国就与当地的马龙派基督教徒建立了联系。这时一个名叫纳霍海德姆的青年，他就成长在内陆农村地区，同时也是虔诚的马龙派基督教徒。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农耕生活真的辛苦，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国人确实给了当地马龙教派社区一些小恩小惠，纳霍觉得不如去法国闯一闯，说不定能改善一下生活呢。于是他就只身前往了法国，那时他才14岁。他到一家钢铁厂当起了学徒，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他妈的来错地方了。他对法国人本就不多的好感，在资本家的大缺大得之下，立刻荡然无存。因为在他担任学徒期间，不但要忍受老板的残酷压榨，还得时刻面对工头的肆意虐待。到1902年时，已经忍无可忍的纳霍决定提桶跑路，而当时的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纳霍，因为钢铁厂学徒的经历，很快就在美国布法罗城郊区的一家钢铁厂找到了工作，成为了一名钢铁工人。虽然天下乌鸦一般黑，但美国的资本家们明显比法国的有人性一些。虽然说不上大富大贵吧，但纳霍至少不会负债累累了。纳霍是一个民族观念很强的人。1909年时，他专门向工厂请假，跑回黎巴嫩娶了一个当地的姑娘，之后又带着新婚的妻子返回美国。当生活逐渐安定下来之后，纳霍回望了自己的人生，在黎巴嫩做牛，到法兰西当马，来美利坚当牛做马。主要原因是1910年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孩子的诞生让生活压力迅速增大，但无论如何，纳霍是一位合格的丈夫和父亲。他给孩子取名为沙菲克·乔治·海德姆。总的来说，乔治的童年时光是幸福的。首先，他的父母都是尽责的人，父亲不但教他阿拉伯语，还经常跟他讲述他未曾去过的故乡黎巴嫩的各种故事，以及他旅途中的各种见闻。乔治后来的冒险精神也是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母亲也是勤俭持家的质朴女性，经常会烹饪黎巴嫩的食物，让一家人都吃得津津有味。而且夫妻两人都特别重视对乔治的教育，哪怕家庭不是十分宽裕，也充分保证了小乔治的学习。他入学的第一天，父亲在旧货摊为他淘到一双旧皮鞋，母亲则用父亲的条纹衣服为他改制成一套小西装。而且乔治的童年并不孤单，除了他以外，父母还养育了3个弟弟妹妹。除了和弟弟妹妹们玩耍以外，乔治还会和小伙伴们一起
到铁路沿线去收集一些火车上洒落的煤渣，用以补贴家用。他们一家人就这样融洽地生活着，只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那就是他自己的身份认同。之前也说过，他们一家都是黎巴嫩移民，虽然他是在美国出生，但从踏进学校的第一天开始，他就饱受当地同学的歧视。不过好在良好的家庭教育让他拥有了坚毅的品格，同学的霸凌并没让他消沉，反而在学习上加倍用心，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还是有一个问题让他思考起来，自己到底是出生在美国的黎巴嫩人，还是远离黎巴嫩的美国人？然而很快他将找到自己的答案。一战爆发之后，美国大发战争财、军火、钢铁等物资成为抢手货，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现有的产能已经跟不上了。面对如此情况，资本家们倒也不慌，苦一苦工人就行了嘛。于是各种工厂开始疯狂安排工人加班加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很快就激起了工人们罢工游行。乔治的父亲也在其中。可以说工人们的反抗是有成效的。好消息是，乔治的父亲再也不用为工厂加班了。然而还有一个坏消息是，他被工厂开除了。这就意味着家里的收入彻底断绝。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和乔治的学业，父亲只能到处打短工。为了减轻父母的压力，乔治也开始半工半读。上完课，他就去找一些刷盘子、打扫街道之类的工作。虽然如此，他也并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学习成绩始终优异。1926年，16岁的乔治就进入了北卡罗来纳大学就读医学预科。年龄稍长的乔治也逐渐地意识到自己并不属于美国，或者说美国不需要他。在他看来，自己能有今天完全是得益于父母的辛劳。当然，这并不是说他讨厌美国，只是他实在无法用美国人的身份自居，自然而然的，他很想去看父亲口中的那个故乡——黎巴嫩。关于乔治为什么立志成为一名医生，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1918年，也就是乔治8岁的时候，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爆发了严重的大流感，流感迅速在拥挤的城市环境中蔓延。这场流感在纽约造成了超过2万人死亡，高峰时期甚至每天死亡400多人。很不幸的，乔治一家全家中招，而且乔治的病情还是其中最重的。而美国当时的抗疫救灾水平和100多年以后的今天相比，也没有太大区别。正当乔治一家人以为就要这样客死异乡的时候，一个善良的老医生向他们伸出了援手。老医生提着药箱来到了乔治家，他不仅为他们提供免费治疗，还给生活拮据的一家人留下了一些食物和零钱。在善良的老医生精心医治下，乔治一家得以痊愈。自此，乔治有了一个梦想，我要成为一个医生。所以1926年乔治16岁的时候，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北卡罗来纳大学就读医学预科。预科毕业以后，乔治并没有选择留在美国，而是决定去黎巴嫩贝鲁特的美国大学继续学医。命运的齿轮也在这一刻悄然转动。贝鲁特美国大学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虽然地处黎巴嫩，但它依然算是一所美国大学，师资大部分来自欧美，也有一些中东的老师。它是黎巴嫩最好的大学，被誉为中东的哈佛。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医学院校里还有一个名叫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学校里，乔治很快结识了和他有着共同理想的2个好朋友拉泽尔·卡茨和罗伯特·雷文森。3人在巴勒贝克神庙对着太阳神起誓，我们要为人类的健康而献身。在并不宽裕的课余时间里，3人还结伴游历了乔治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乡。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当代的中国，这3人大概率会歃血为盟，搓土成乡。我喊你一声兄弟，你叫我一声义父。1931年时，3人已经面临医学本科毕业的问题。当时美国正处于大萧条，考虑到这样的经济环境会对就业问题造成一点小影响，加之3人在学业上都颇有建树，都拿到了基金会的奖学金，所以他们最终决定去瑞士日内瓦大学医学院继续攻读博士研究生。在学业方向上，卡茨选择了内科，雷文森选择了妇科，而乔治选择了皮肤科。因为3人觉得毕业后他们就可以直接开一个全科小医院了。同时，日内瓦城的人道主义背景更加坚定了他们成为医生的决心。他们的大学就与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有密切的合作往来。时间来到1933年时，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3人又要面临毕业了，同时也发生了一件小事。2月27日夜里，有人放火把柏林国会大厦给点了。一个长着小胡子的男人宣布，这是共产主义的阴谋。法西斯思想开始抬头，欧洲陷入全面动荡。本来这3人就一直待在象牙塔中，对共产主义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但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初次在日内瓦见到了共产党。
在学校的附属医院里，每天都有因为游行而负伤的人，其中冲在最前头的往往就是共产党员。从零星的信息中，他们得知欧洲各国的共产党人作为劳动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与法西斯进行了激烈斗争，这是他们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共产主义。随着更加深入的了解，他们被深深震撼，因为这和他们想成为医生的理想是高度重合的。闲暇时，三人也经常讨论毕业之后的去向问题。他们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不着急回美国，因为随着罗斯福新政，美国形势会趋于稳定，这个世界一定还有更需要他们的地方。然而还有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他们也不能留在欧洲，因为除了乔治以外，另外2个人都是犹太人。此时3人都已经顺利毕业，而且拿到了博士学位。正好乔治的研究方向是东方流行的热带病，而且他在报纸上看到过有关上海的报道。此时的上海已经是一座传奇都市，那里聚集了全世界的人，是冒险家的天堂。于是他脱口而出，要不我们去中国看看。1933年秋天，3人在地中海乘船，经苏伊士、科隆坡、香港，最终抵达上海。3人商议后决定在中国停留1年，然后再返回美国。凭借着医学博士的身份，3人在租界内一所由英国人开设的慈善医院中任职。1930年代的上海常被描绘为东方巴黎，是一个充满魅力和活力的国际化大都市。在这个时期，上海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远东地区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乔治3人接触到的也是此类信息，这也是他们选择来上海的原因。然而，当他们深入这座城市之后，才发现现实情况和报纸上描写的有一点小出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和租界真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天，不要碧莲。上海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让决心为医疗事业奋斗终生的3人无比震惊。上海除了满地的高楼大厦和夜晚耀眼的霓虹灯以外，还有更多的黑头发、黄皮肤的平民，他们从事最辛苦的体力劳动，比如黄包车车夫，赚取低廉的薪水，以保证最基础的生活所需。和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所谓上流社会和洋人。乔治他们根本无法想象，那些西装革履的达官显贵可以无动于衷地穿过衣不蔽体的乞丐们，然后走进灯红酒绿的声色场所，大门的里外俨然就是2个不同的世界。在他们供职的医院，总有病重的中国人被抬进病房，这些人往往都是病入膏肓。虽然乔治3人极力救治，但结果也可想而知。选择成为医生，他们早就有了看惯生死的觉悟，但眼前的情况还是让他们难以平复。这些人为什么要到病情危重时才到医院看病？后来他们才知道，对于当时的普通民众来说，一般病痛就忍着熬着，只有到了病重得无可救药，甚至病危的时候才被送到医院。即使经他们亲自诊治，千方百计的竭力抢救，病人仍行将咽气。作为救死扶伤的医生，为什么无法救活这样的病人？这让3人极度痛苦。3人质朴地认为，造成这一情况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是当时人民困苦，无力为医疗费用买单；第二是人们对疾病不重视。很多病症早期介入是完全可以治愈的。虽然是在慈善医院，但依然是需要一定费用的，而且自己职责有限，不能介入早期治疗，所以3人想起了当年的小小梦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门诊。1933年年末，3人合资在九江路的亚洲大厦租了一套房子，装了电话，在主管的英租界工部局注册，挂牌开了一间私人诊所。他们还以诊所的名义买了一辆福特牌小轿车，可以驾车出诊，也可以当救护车接送病人。作为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还是响当当的医学博士，3人本可以专心服务上流社会，一边赚取优厚的报酬，一边完成自己的课题研究。然而，除了作为外国人的身份，他们更加看重的是医生的身份。他们将眼光看向了弄堂口或是码头上那些拿着扁担绳索推着小车的搬运工人，或者大楼门前停着的人力车，在街边楼前等客人叫车的车夫。比起达官显贵，这些人才更加需要医生。因为诊所要面向上海普通百姓，所以规定的看病收费标准很低。然而，每个年轻人步入社会的第一课，就是要被社会上一课。在当时的上海，普通老百姓很穷困，整天为糊口谋生奔波劳碌，有些能忍的病痛也舍不得花钱去看。广大穷苦百姓的一般病痛，通常都是自己对付，认为熬几天就会好，或是在街坊找个民间单方抓点草药煎服，这让3人的诊所患者寥寥。
但同时他们也看到了更真实的上海，有权有势的人操纵着上海的一切，就算是租界这样的地方也没有幸免于难，穷人被洋人、官府及黑帮压榨的无以为生，苦不堪言。时间来到1934年时，三人的1年之期将近，卡茨要回去和他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雷文森要回去继承家业，但乔治却决定留下来。其实做出这样的决定是需要付出巨大的决心的。和2个出生于富裕的犹太家庭的朋友不同，乔治能完成学业是靠整个家族的支持，甚至为了供他学医，他的弟弟放弃了学业，早早步入社会打工赚钱，整个家族都在等他学成归来。但1918年的大流感，那个老医生和他童年时一样贫苦的家庭，还有眼前上海的一切，最终让他做出了抉择。乔治告诉2位挚友，他暂时还不想离开，他要看看这个苦难的社会怎么发展下去。作为医生，他只能给病人治疗身体的病痛，但是深重的社会顽疾他是无能为力的。只是此时的乔治还不知道，针对社会的良方很快就会出现在他面前。送2位好友离开之后，乔治继续经营着他们的小诊所。有空闲时，乔治经常到一家书店去看书。在当时的上海，虽然想看到共产主义相关的书籍是比较困难的，但抵制法西斯的却是量大管饱。特别是在法外之地的租界地区，乔治对这部分内容特别感兴趣，这很快就引起了书店老板艾琳·魏德迈的注意。艾琳是德国共产党党员，是奉命派来支持中国革命的，很多马列主义书籍杂志就是通过这个渠道进入中国的。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也有可能是故意不小心的。艾琳向乔治介绍了另一个书店的常客，叫做艾格尼斯·史莫特莱。史莫特莱是一位美国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对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去世后，骨灰被安放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朱德亲笔在他的墓碑上题写“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莫特莱感到乔治思想纯正，性格开朗，后来还把自己写的书送给乔治，书名叫做《中国红军在前进》。史莫特莱告诉乔治，这个书店的常客们会经常举行聚会，他同样邀请乔治参加。只是此时的乔治还不知道，这个所谓聚会其实是在中国的第一个外国人组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小组的学习例会。乔治通过和史莫特莱接触，认为她是一个杰出的与众不同的女性。她于1928年来到中国后，关心中国苦难社会的命运，从广州到上海，她以记者身份广泛结交朋友，向世界宣传中国的革命斗争，宣传和支持中国的革命运动。她几乎没有一点女人的柔弱，对不公平的世道深恶痛绝，毫无顾忌地投入战斗，这让乔治钦佩不已。在学习小组里，乔治跟随众人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学习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等等。乔治听得聚精会神，十分激动。他的父亲纳霍也曾经是牛马，只是不同的是他是年轻的牛马，因为他在法国做工的时候只有14岁，这让乔治的内心翻腾不已。然而还有更让他躁动的事情等着他，因为他们学习小组的组长叫做路易·艾黎。当时乔治24岁，艾黎37岁，两人算是忘年之交。他们两人都在中国与中国人民一起并肩战斗终生。乔治在中国战斗了55年，艾黎在中国战斗了60年。半个多世纪以来，乔治常对人说，艾黎是指引他走向革命的引路人。他与艾黎之间诚挚的友谊远远超过了血缘的感情。作为治病救人的医生，乔治非常清楚，被病毒侵蚀的身体可以治愈，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却会消灭更多人的生命。哪一种制度才能让更多人免于因疾病以外的原因遭受痛苦？哪一种制度才能让更多人过上幸福的生活？而此时此刻，他在这个学习小组中似乎抓到了一丝微弱的曙光。艾黎得知乔治主攻的是皮肤病领域，便邀请他去工厂进行职业病调查。在镀铬车间，乔治惊讶地发现，工人们几乎全是裸着双手操作的儿童，他们呼吸着有毒的空气，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条件下工作。人人都患有眼睛充血、鼻子结痂的个性皮炎病，有的童工甚至手上的皮肉都被隔水烧掉，深可见骨。之后，乔治拿起手中的笔，愤怒地写出了铬中毒在电镀工业里的情况的报告，希望当局能够改善童工的生存状况。然而很快他就发现，他的报告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任何人关心童工的死活，这让乔治极度迷茫。作为一个身在上海的美国医生，这几乎是他能做的全部了。他把自己的苦闷告诉了艾黎，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艾黎却说要带他去游玩一下。
他带着乔治来到龙华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军事监狱，那里国民党正在处决政治犯。乔治看到被国民党特务押解过来枪决的政治犯们，他们充满青春朝气，眼睛里闪耀出希望的光芒。他们没有一丝胆怯，对围观者大声宣讲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不会长久。临行前，这些勇敢的人们高呼着共产党万岁，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从容赴死。这样的处决场面以及共产党人英勇就义、大义凛然的气概，使乔治终生难忘。这时候乔治才知道，在他不知道的地方，还有一群人叫中国共产党，还有一支军队叫做中国工农红军，中国无数先进分子就聚集在那里，为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而艰苦卓绝地战斗着。乔治兴奋不已，热血在胸中奔腾。同时，艾黎还告诉了乔治一个小秘密，他在为地下党组织做一些秘密工作。艾黎邀请乔治利用他的诊所进行一些地下活动。乔治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医病者，一日可矣，然社会之弊，一夕可丧万人，余孰虑之？唯有投身革命，方为出路。当中国之困苦，个人之疾痛，何足道哉？于心系中华及民之解放大业也。总之一句话，爷投共了。乔治没有任何犹豫，答应了艾黎的请求。他决定为了中国，为了中国人民，再次贡献自己的力量，哪怕只是微小的一点。他也希望自己可以投身变革中国的伟大事业。从陷入迷茫到逐步清醒，再到渴望投身革命，乔治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他想尽快投身那个不同的世界，并且以实际行动证明，参加革命能救助更多的人。不久之后，时间来到1934年11月，史莫特莱邀请乔治参加一个聚会。在聚会上，乔治见到了一位妇人。他在回忆中写道：她坐在软皮沙发上，没有化妆，却仪表典雅出众，气质高贵端庄。合身的旗袍显得身材匀称，慈祥善良的脸庞，黑亮头发挽结在脑后。她眼光深沉而睿智，望着客厅里一对对舞伴。跳舞的人不断地旋转到他身前，用神态向他致意。经过史莫特莱的介绍，乔治才知道这位妇人正是孙中山的妻子宋庆龄。宋庆龄一早就从艾黎和史莫特莱口中听说过乔治的事情。他跟乔治说：我知道你是位有爱心和正义感的医生，你可以为中国做很多事情。随着和宋庆龄的熟络，宋庆龄也会请乔治帮忙做一些事情，比如借助他开办诊所的便利条件，购买紧缺的医疗器械和药品，用他的私人汽车送一些人去码头或者车站，请他把诊所交给一些人开会。乔治是美国人，又是受人尊敬的医生，很少有人怀疑他的身份，他当然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两人之间非常有默契，一个不说，另一个也不问，乔治只是尽心尽力把事情办得一丝不苟。当时宋庆龄那里是中共在上海的主要联络处，教员的文章、党的宣言、著名民主人士的信息、社会各种问题的言论等都汇总到他这里，又通过他传到相关的地方。在宋庆龄领导下，艾黎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呼声》，这是一份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的进步英文周刊。中共地下党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一些进步人士也在这本刊物上撰文，揭露日本侵略东三省的罪行。乔治受宋庆龄鼓励，也给中国呼声写过文章。越是和宋庆龄、艾黎、史莫特莱等人相处，乔治就越发向往共产党，越发想亲眼看看红军。他想去亲身证实共产主义到底能不能拯救天下的穷苦人民。特别是长征的消息传来时，整个学习小组都兴奋不已。在有一次向宋庆龄送文件时，乔治说道：夫人，我最近一直很激动，我向往着正在征战的红军队伍，我很强烈地想着我要成为中国红军中的一员。宋庆龄只是微笑着告诉乔治：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1936年，国民党对中共的新闻封锁愈发严重，无论国际国内，人们都不了解红军和苏区，将红军妖魔化的信息铺天盖地。教员和周恩来致信宋庆龄，希望他能挑选正直的外国记者和医生到苏区考察，可以将中国工农红军和苏区的情况真实地介绍给外部世界，同时可以帮助红军与苏区改进极为困难的医疗卫生条件。经过深思熟虑，宋庆龄最终选择了乔治，而另一位记者则是埃德加·斯诺。1936年7月，乔治和斯诺躲过特务的重重监视，一路艰险向西而进。迎接他们的是一位相貌俊朗、双目炯炯有神、态度温和有礼的人。
他用流利的英语和他们交谈，这个人正是周恩来。乔治一直将这次与周恩来的谈话视为他一生中经历的最重要的一次谈话。他与周恩来之间40年的深厚革命友谊是从这一天开始的。他感到周恩来深思熟虑，谈话缓慢，语调温和，说出来的话蕴含着一种坚韧和力量，对信仰充满着自信，对献身的事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乔治觉得自己也受到很深的感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了力量。此时的乔治只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过去有很多让他尊敬的人，无论是他的父母，他求学时的老师，还是来中国后认识的人们。如果这个世界存在人格魅力，那眼前的人必然是其中最耀眼的存在。当然，斯诺也是同样的想法。说个题外话，邓颖超就是乔治在边区的第一个病人。除了周恩来，教员同样让2个年轻人五体投地。教员在和他们的谈话中所展现出的那份从容与自信，仿佛共产党已经牢固地掌握了全中国的领导权。他不仅对共产党未来执政后的政策和规划有着清晰的构想，甚至连经济建设的具体方向也有了详尽的蓝图。这包括了铁路和航空的发展计划，工业与农业的现代化路径，吸引外资的策略，国际贸易的公平原则，与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以及如何激发亿万中国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此外，教员还深入考虑了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这更让乔治兴奋不已。教员强调，一个独立、自由、繁荣的中国将对世界做出巨大贡献。不得不说，哪怕时间已经过去快100年，仍然不得不佩服教员的高瞻远瞩。深受中国社会苦难触动的乔治，被教员所描绘的新中国愿景所鼓舞，坚信在教员、周恩来和那些朴素的共产党员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宏伟蓝图必将成为现实。用乔治的话来说，我帮教员治愈身体，但教员却是在治愈我的灵魂。在陕北的3个月里，乔治陪同斯诺进行了深入采访，对这个生机勃勃的红色政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乔治看见一群怀着救国志向的年轻人，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有学识和见地，也有优越的家境，为了心中的革命理想，甘愿在恶劣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他们无私、热情、崇高，让人一望便知。他们简单淳朴，真实坦率，不计较个人得失，希望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崭新秩序。在整个访问过程中，乔治尤其重视边区的医疗条件，但是现实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糟糕。这里不但缺乏专业的医生，就连最基本的药品和绷带都难以保证。他一边与医生、护士、护理员、伤病员、红军战士、当地百姓连笔带画的交谈，了解陕北苏区的卫生状况，一边实地考察前线及后方大大小小的红军医院和门诊部，最后精心写成苏区医疗卫生工作考察报告。对这份实事求是的报告，教员大加赞赏。此时此刻，一个想法逐渐在他脑海中成型。4个月之后，斯诺已经完成了采访任务，准备返回上海。只是此时的斯诺并不知道，此行之后，他将完成一本伟大的著作，名叫《红星照耀中国》。然而，乔治却要求斯诺把此行中有关他的记录全部删除，他的信息很可能会对在美国的家人和在上海的朋友造成影响。他对斯诺说，这里的医院和群众、病人都需要我，我决定留在这里工作，我要和这里的人一起奋斗，要为中国革命事业做一些贡献。临行前，斯诺把自己一件黄色鹿皮夹克留给了好友乔治作为纪念。斯诺知道乔治的这个选择比他当年选择留在上海更加艰难，因为他将彻底与过去决断。乔治决定留下之后，他立下了3个梦想：第一，世界反法西斯取得胜利；第二，娶一个中国妻子；第三，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中国人。得知乔治决定留下来之后，教员、周恩来、彭德怀等和乔治有过接触的人都十分高兴。其实乔治在和斯诺一起考察的时候，接触到很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而马姓是回族中的大姓。一时兴起的乔治就以马为姓，取出自己名字海德姆中前2个音节，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马海德。斯诺还曾经调侃过，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姓马的来自海外的贤德之人。留在边区之后，他就一直使用这个名字。马海德换上红军军装，缠上绑腿，迅速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他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几个方面，他巡视了陕北各地的医疗单位，掌握了大量真实材料，给中央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提出了改进苏区医疗事业的建议。他还经常向宋庆龄汇报边区的医疗卫生情况，通过宋庆龄的渠道向海外呼吁争取国际援助，边区因而获得了许多急需的医疗器材和药品。
在他和卫生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陕甘宁边区形成了以白求恩国际医院为总医院，下设8所中心医院、24所分院，总计约11800张病床的边区医疗网。这些医院为边区居民提供了有力的医疗保障。由于成绩突出，马海德很快就成为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卫生顾问。全面抗战爆发后，马海德又担任八路军卫生部顾问，并随部队到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工作。马海德到过的地方，无论是战士还是百姓，大家都愿意找这位高鼻梁的马大夫看病。边区医生人员不足，虽然马海德主攻皮肤领域，却导致他几乎成为了全科医生，每天的工作量都十分巨大，他本人却乐此不疲。据有病案可查的记录，马海德在延安地区诊治的伤病员就达到了4万多人次。除了为普通居民看病以外，马海德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健康。马海德尽心尽力地完成这一任务，也由此与许多中共高级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教员周恩来、邓颖超都是他的病人，其他如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以及大部分从前线到延安汇报工作或开会的领导同志，都曾接受过马海德的体检或治疗。马海德认为，这些同志都是用自己的生命为中国人民争取未来的幸福生活，我们必须保证他们的健康。除了医学卫生领域的工作外，马海德还经常去处理很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他曾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和新华通讯社的顾问，经常接待访问延安的国际友人，积极参加外事活动和对外宣传工作。比如，他接待了白求恩等国际医疗组织，并配合他们积极展开工作。1937年时，他还接待一位美国老乡，这个人名叫埃文斯·福戴斯·卡尔逊。当时因为延安太穷，外来客人反而掏钱做东，这成为延安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卡尔逊自掏腰包请马海德下馆子，路上许多熟识的人向马海德打招呼，马海德便邀他们同去。走到饭馆时，后面跟随了10几个年轻人，他们笑着闹着，完全沉浸在聚餐的快乐中。这一幕给卡尔逊留下了深刻印象。1944年，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时，同样是马海德负责接待。然而让马海德感到不解的是，组织对他的要求是知无不言，不需要藏着掖着。毕竟教员从来都是主张打明牌的。虽然卡尔逊和美军观察组都为美国带去了中共的真实情况，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美国对中共的言无不尽，只字不信，却对委员长的虚假信息全盘采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时，马海德还和美军观察组彻夜狂欢，他们都喝醉了。由于马海德是边区少数会说英语的人，同时作为新华社的第一位对外顾问，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传播员和翻译员。在白天履行完医疗职责后，马海德就直接去新华电台播报新闻。他还收听搜寻了外国广播公司报道的新闻，然后将英文新闻翻译成中文，并将其作为参考材料送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1946年，马海德还参加了在北平成立的由共产党、国民党、美国3方代表团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在这里，他名义上是中共代表团的医疗顾问，实际上是为英语翻译的备忘录在文字上把关。不久，他又作为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医疗顾问，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美国红十字会的人员进行接触，积极争取他们对解放区的援助。其实早在1937年2月，马海德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共的第一个外籍党员。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马海德的第一个愿望也实现了，而且他相信剩下2个愿望很快也将实现。1940年3月的一天，艾黎突然接到马海德的电话，电话一头，马海德显得异常兴奋，但说话却言简意赅。原因是这时候的马海德准备结婚了，他让艾黎支援他200块钱来举办婚礼。马海德在城内的饭馆摆了10桌酒席，宴请宾客，教员周恩来等应邀出席祝贺。马海德的妻子叫周苏菲，一个美丽大方的中国姑娘。马海德对周苏菲的深情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细心呵护，更在他们的共同事业中得到彰显。他们一起经历了革命的风雨，一起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马海德在1988年去世后，周苏菲毅然将丈夫未完成的事业承担起来，成立了马海德基金会，继续推动中国的医疗事业。
他的生活态度和对事业的执着，体现了他对马海德深沉的情感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忠诚。至于马海德的第3个愿望，早在他入党之后，就向周恩来表示想要加入中国国籍。然而这个问题也让周恩来为难，当时中共只是一个党，无论是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无法给他一个国籍。周恩来答应马海德，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批准他加入中国国籍，于是就出现了我们视频开头说的那一幕。只是马海德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从他留在边区之后，他不但学会了中国话，还和大家一起工作生活，甚至为共同的理想而战斗。人们对他的称呼，从最早的海德姆博士到老马马大夫，大家从来没把他当作外人，他早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甚至比很多中国人更像中国人。毫不夸张地说，他为中国付出了他青年之后的所有时光。虽然他不是炎黄子孙，但是他确实是一个中国人。1949年10月1日，马海德以中国公民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这就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的故事。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依然奋斗在医疗第一线。不过，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1988年，马海德去世之后，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分成3份，一份留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份由周苏菲送回美国，葬入家族墓地。最后一份撒入延安的沿河，那里是他圆梦的地方，或者说那里是他梦开始的地方。马海德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承诺，从黎巴嫩移民的后代到扎根中国的革命者，从医学博士到红军卫生顾问，他的身份始终在变，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人类健康事业奋斗的初心从未改变。在延安时期，除了日常诊疗，他还积极推动卫生防疫工作。面对边区常见的皮肤病、性病以及传染病，他牵头编写通俗易懂的卫生宣传手册，走村入户向百姓普及卫生知识，手把手教战士和村民消毒、预防疾病，用实际行动打破病从天降的封建观念，让科学防疫的种子在陕北大地生根发芽。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全国范围内的麻风病防治。当时麻风病在我国流行范围广，患者不仅要承受病痛折磨，还因社会偏见备受歧视，很多人被迫远离家乡，隐居深山。马海德深知这种疾病对个人和家庭的摧残，他主动向卫生部请缨，牵头组建麻风病防治研究机构，亲自带队深入云南、贵州、四川等麻风病高发地区。那些年里，他的足迹遍布西南山区的村村寨寨，常常不顾个人安危，与患者面对面交流，检查病情，制定治疗方案，用温暖和尊重消除患者的心理阴影。他常说，麻风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对患者的冷漠和偏见。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建立了一套系统的麻风病防治体系，培养了大批专业防治人员，无数患者得到有效治疗，并重新回归社会。马海德始终以中国人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他积极学习中国文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还能熟练运用方言与各地百姓沟通。他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喜欢书法京剧，家中的书架上摆满了中国历史、文学典籍。在与家人相处时，他常给孩子们讲述中国革命的故事，教导他们要热爱这片土地，关爱身边的人民。他的儿子马小鹏回忆，父亲常说，我们虽然有外国血统，但根在中国，要永远记住自己是中国人，要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在他的追悼会上，无数曾被他救治过的患者与他并肩工作过的同事赶来送别，人们用最朴素的语言诉说着他的恩情。按照他的遗愿，骨灰撒入沿河的那部分，随着河水融入他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土地，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那部分，与无数革命先烈相伴，见证着新中国的繁荣富强。送回美国家族墓地的那部分，则连接着他的故乡，诉说着一个海外赤子与中国的不解之缘。从海德姆到马海德，这个名字的转变不仅是一个身份的更迭，更是一段跨越国界、超越种族的奉献史。他用一生诠释了中国人这3个字的重量，不是血脉的传承，而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对人民的热爱，以及为理想不懈奋斗的担当。如今，马海德基金会依然在延续他的事业，继续推动医疗公益，促进中外医学交流，而他的故事也成为了中外友好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激励着更多人跨越山海，为爱同行。最后，微笑非常希望你的订阅，让我们一同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